是个师姐们好呀，我是开车有点快姿势有点帅的小师妹雨轩，欢迎来到红豆影视。今天小师妹就给大家带来一个漂亮小姑娘被老富豪包养当陪护的故事。我们的女主如梦从韩国来到澳门留学，可是却有一个搞传销的朋友，不仅骗光了她所有的钱，还以她的名义借了一大笔高利贷。这个朋友挺聪明啊，花别人的钱走自己的路。可是如梦呢，只能在澳门的一家酒吧打工还钱。可是高利贷是那么好还的吗？这不，高利贷的头目在厕所堵到如梦，还告诉如梦，如果再不还钱，就把他卖了，靠服务抵钱。这个时候，如梦的同事小天使告诉如梦，有一个有钱的老头在找漂亮陪护，如果能伺候好老头，不比服务强呐。如梦一想，也觉得有道理，毕竟做陪护是可以有商量的余地嘛。于是第二天，如梦就按照地址找了过去。哇，这家看上去确实很有钱啊！如果可以生活在这里就算是老头我也忍了。就在如梦还在幻想的时候，一个男人出现了。这难道是在考验我吗？哪里有什么老头，明明是这么帅的帅哥，难道是我的水逆结束了？这个帅哥呢，就是我们的男主人公来福。原来来福是在帮会长找陪护，而来福简单面试了一下如梦后，就对如梦说，明天晚上7点来酒店找我，只要你来我就给你钱哦。当然如梦立刻马上拒绝了他。可是等回到家里的时候，猥琐房东在门口一直等着他，想让他入场用来抵房租，但是那个房东让人太没胃口了。于是如梦一脚踢中他的命脉，他跑了。跑掉后的如梦心想，既然得靠我的美色来解决问题，那我为什么不找一个帅一点？于是他跑去找来福了。而来福却是在酒店的餐厅接待了如梦，希望如梦可以想办法嫁给会长。原来来福是会长的私生子，会长的家里人走了以后才把他找了回来。可是无论他怎么拼命，都得不到会长的认可。会长在遗嘱中呢，也只留了10%给他，剩下的所有都捐给社会。为此他非常的不服，但如果会长结婚了，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来福希望如梦可以嫁给会长，然后把自己分到的钱再分一半给他。如梦也觉得这样不好，但是想到可以麻雀变凤凰，还可以避开那些债主，如梦妥协了。于是来福将如梦打扮了一番。就这样，如梦来到游艇，见到了会长。会长嘛，有钱人，所以自然感觉是高人一等。但是如梦表现得不向恶势力低头，也让会长对这个女人刮目相看。其实不仅是会长，还有这个游艇的其他人。不过表现最明显的就是照顾小狗的阿美，简直就是如梦的头号粉丝。有钱人最敏感的是什么呢？就是靠近自己的人都是为了钱。所以会长也对如梦进行了考验，无论是现金还是价值连城的珠宝，如梦都不为所动。我的小傻瓜，他其实看中的是你的全部财产，就这点小恩小惠，他怎么可能看上眼？可是会长却觉得这个女人不一般，真不知道这脑子是怎么当上会长的。在游艇上每天的生活那是相当滋润呀，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要不就是大家闪耀着灯球开 party， 要不然就是猛男下水游泳。哇，这种福利待遇不要太好了吧？也是这样不知不觉中，如梦对来福的感情发生了变化。小师妹觉得如梦就是看上了来福那傲人的身材了，晚上抱着这样的人睡觉一定很爽。只是想得太过于入迷，所以自己的帽子掉进水里都不知道，而这一切都被会长看在眼里。这天的娱乐活动是下棋，会长认为女人都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生物，肯定不懂怎么下棋，于是告诉如梦，如果你赢了，我就答应你所说的任何要求。果不其然，如梦赢了。但是如梦的要求就是会长为自己弹琴，没想到会长更不高兴了。原来会长的家人们就是因为看钢琴弹奏的路上发生车祸了，这下马蹄拍到马蹄上了吧？如梦只好跑过去跟会长道歉，对不起呀，说到你的伤心事啦，其实我的妈妈也是因为看我表演钢琴的路上去世啦，所以我懂你，不要难过，你还有我。会长听到这些，嘴硬地赶走了如梦，可是身体却很诚实地弹起了钢琴。来福夸赞如梦，小丫头做得不错呀，那比俺想的要厉害呀。然后没过几天，会长要举办了 BBQ， 可是有一个黑人冲撞了会长，会长就想了游戏，打算折磨他。这个时候如梦果然出来仗义直言，结果就是被会长赶走了。离开后的如梦找了一家宾馆住了下来，
可是满脑子想的都是和来福搞颜色。所以当来福来了以后，如梦告诉来福自己受不了啦。可来福是个搞事业的人呀，于是就告诉如梦说，你要不行我就找下一个，你就回去做你的特殊服务吧。人嘛，失去了才知道珍惜。会长看见如梦不在以后，心里非常失落，发现自己已经爱上她了。于是第二天找到如梦，向她求婚。我虽然有老有丑，但是俺有钱，嫁给俺能不亏？于是两个人就在游艇上举办了婚礼。如梦摇身一变变成了公主，可是如梦的眼里就只有来福一人。会长就告诉如梦，其实恁应该小心这个男嘞，而是应该多看看我。而半夜的时候，如梦内心火热，就跑出来吹吹风。来福这个时候也出现了，两个人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看在了一起。而第二天，如梦打算叫会长起床的时候，却发现会长已经没气儿了。难道是年纪大了，不适合剧烈运动？这可把如梦吓坏了，赶紧给来福打电话。可是来福却跑来告诉如梦，一定要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因为还没有公证遗嘱，否则现在就是前功尽弃。如梦很害怕，但小师妹觉得其实活人比死人更可怕吧。就这样，如梦一直进行着正常的流程，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慌张。就这样胆战心惊的到了别墅，如梦还和会长吃了午饭。看来有钱人也不好呀，活着的时候处处防着别人，死了还得继续受罪。就这样坚持到了下午3点，来福说会有自己认识的医生来帮忙，可没想到却等来了警察。那么如梦作为行为最可疑之人，自然是被抓走了。到了警局，如梦和警察说，大哥呀，人真不是我杀的，我只图钱不害命，你可以问来福，他可以证明。可是没想到来福却矢口否认，这一下气得如梦昏了过去。等如梦从医院醒来后，来福告诉如梦真相，原来这一切都是来福的阴谋，只要如梦被抓了，那么一切都是来福的。好狠的男人呀！如梦听到这一切都傻了，枉费我还想和你翻云覆雨，你却利用我。可是无论如梦怎么解释，警察都不相信。靠人不如靠己啊！如梦想到之前黑人小伙想说什么，所以凭借女人第六感，她感觉黑人一定是知道什么。于是如梦借助会长管家的帮忙，保释出来参加了会长的葬礼，希望可以遇到那个黑人小伙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可是造化弄人，黑人小伙碰见的竟然是来福。然后来福知道了小狗狗的发卡有监控，把自己所有罪证都拍了下来。但小狗现在在阿美那里，于是就约定在游艇见面。这个时候如梦也往游艇赶过去，把唯一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死死攥在手里。但是如梦毕竟打不过来福，就在自己快要死的时候，阿美赶过来救了自己。如梦终于还清了自己清白，这次是真的摆脱了灰姑娘什么的了。而来福呢，也被关到了监狱。后来如梦跑到监狱来看来福，女人嘛，有了钱无非就是想谈恋爱了，就问来福有没有爱过自己。这里小师妹的三观有点炸裂了，怎么如果他说爱你，你还要救他呢？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个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如果出现天上掉馅饼，还是要多注意。而人想要过上好的生活，还是要靠自己脚踏实地比较好。那么小伙伴们对于这个故事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下方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哟，爱你们哟，拜拜。